众所周知，苏联和美国曾是世界上的2大航天强国，双方为了更胜对方一筹，因此美国和苏联开始了太空竞赛。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成为了美国唯一的对手。经过几年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些优势。然而，就在大家认为俄罗斯会反击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传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很有可能会退出超级大国的太空竞赛。俄罗斯专家认为，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分享月球、火星以及小行星带的资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太空强国。由此可见，俄罗斯方面已经默认我国的航天技术上已经追上甚至超越俄罗斯了。为此，还引起了一些俄罗斯人的嫉妒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众所周知，中国在太空领域中的发展时间与苏联和美国相比来说相对较晚。此前，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初期的时候，寻求了苏联的帮助。中苏之间在运载火箭领域中的合作开始于1956年，但是到了60年代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双方之间减少了一些合作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方面和俄罗斯又开始进行了一些太空项目的合作。那时，中国方面会把宇航员送往俄罗斯接受相关的训练。然而，令俄罗斯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最后居然自己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不仅如此，国际空间站在建立的时候，美国拒绝了中国的加入。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经开始着手独立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项目。前不久，中国发射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的在月球上采集月球土壤并返回地球。最为重要的是，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采集量远超于苏联采集量。眼下，中国的下一步计划将是载人登月。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脚步来看，中国的载人登月计划很大几率会取得成功。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为了后面的深空探测计划，还在进行另外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目前，中国正在制造长征9号运载火箭。据了解，这项任务非常困难。如果说中国能够将长征9号运载火箭研制出来的话，那么中国的航天技术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近年来，随着我军现代化改革，我军的各兵种军事实力得到显著提升。而如果体现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呢？就一般网友看来，有一个比较普遍性的标准，那就是能否打航母。要是能打航母，那么这支军队肯定不会弱。一说到如何打击航母，一般想到的是火箭军的东风21D 与东风26这些航母杀手，或者是我国海军用着鹰击反舰导弹，又或者是空军轰炸机发射反舰导弹来打击海上目标，似乎没有陆军什么事。然而，我陆军真的就与打航母无缘吗？近日，咱们陆军就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他们有能力对航母。近日，央视的军事报道中就对北部战区的表彰活动进行了报道。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我军79集团军某旅远火营营长李文涛就透露，他所指挥的部队在不久前完成首次海上运动目标准确打击的任务，并且央视的画面中还出现我国03式远程火箭炮齐射，并且击中海上靶船的画面。这也证实了我陆军是具备远程打击海上舰船的能力的。03远火的射程达到150公里，堪称低配弹道导弹，并且相较于弹道导弹，03远火以其高射速，能迅速在一片区域中形成火力打击网，这么多火箭弹砸下来拦都拦不住。我国军事专家杜文龙就评价称，刚与红色能打舰船。既然03远火能对付水面目标的话，那么对付一支航母编队也肯定不在话下，并且可以用来配合火箭军的弹道导弹。毕竟美军航母编队除了航母本身，其护卫舰队也是有必要清楚的目标，而火箭军的东风导弹专用来打飞航母，03远火打击护航舰队一点都不浪费。可能有人觉得03远火其射程150公里的话，肯定他国军舰会躲得远远的，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福建省距离东南某省的直线距离也不过130公里，整个海峡都在03远火的打击范围内，你要再躲能躲到哪里去？再这么一分析，我们的03远火的战略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无论我军如何玩出新的花样，都是为了坚定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任何胆敢破坏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势力，必将受到最残酷的打击。眼下，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边境地区已经对峙了半年之久。虽然已经步入寒冬，当地环境变得非常恶劣，但是双方似乎都没有退兵的打算。前不久，印度国防部长还对外放出狠话，认为
印度已经今非昔比，乐意应对周边国家的行动。就在他放出这番狠话过后，印度方面又有了新的动作。据媒体报道，随着中国军方与印度军方在拉达克地区的对峙仍然在继续，印度方面准备在当地新组建7个营，这7个营由1万名士兵组成，将部署在中印边境的部队人数从9万人提高到10万人左右。就可惜，虽然说印度方面已经许可了这一计划，但是仍然要等待内阁的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这个计划得到了批准，但是印度方面要花费1年的时间招募这一批士兵，所以说印度即使再增加1万的兵力，也无法扭转他们的劣势。但是印度的这一做法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好了与中国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然而就在印度提出这一计划后，印度军方传出的另一消息不得不让我们开始警惕起来。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在一个印度的空军基地接见了印度军队中的梅农中将和其他陆军军官。据了解，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还访问了位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热青山口的前沿地区，并且还对当地的局势进行了一次评估。当地的第14集团军也向这名参谋长通报了该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印度陆军参谋长抵达列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真的想开战了吗？据分析，印度陆军参谋长抵达列城的主要目的，首先还是为了视察工作，另外就是帮当地的士兵加油打气。其次，纳拉万来到此地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分析当地的局势以及了解当地的情况，为今后很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相应的准备。但是笔者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方面应该不会向我国开战。目前，印度受新冠疫情影响非常严重，他们的经济基本上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如果他们想要对我国发动战争或进行双线作战的话，那么以印度目前的经济水平来说，他们无力承担一场战争所需要的资金。如果他们强行的挑起一场战争，那么印度的结果将会比1962年还要惨。近日，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了美国政府这1年来各种浪费且离谱的支出，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讨论。我们知道，今年美国备受疫情的困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官方一系列离谱的支出，甚至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在保罗列出的浪费支出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花费150万美元采购跑步机。不过，这个跑步机可不是给人们锻炼用的，而是用来研究蜥蜴在跑步机上的运动姿态，这就很离谱了。就算是做研究，哪个跑步机要花150万美元？其中有啥猫腻就不得而知了。花150万美元给蜥蜴买跑步机已经是够荒唐的了。然而，美国科学院的荒唐研究可不止如此。在今年的开销中，科学院的花费包括花200万美元研究热水浴缸是否可以减轻压力，花100万美元研究是否可以使人们摆脱担心去看牙医的恐惧，花130万研究人类能不能吃臭虫等等。除此之外，保罗还嘲讽道，美国政府很显然更愿意帮助外国。比如说，美国国会拨款860万给阿富汗提供禁毒工作，但美国国内面临同样的压力时竟无动于衷，甚至不久前还有州政府出台法律，将这些违禁物推行无罪化。不光国会与研究机构，美国国防部同样是浪费大户。去年的时候，英国媒体就曝光，美军曾花费高达600万美元，只为从意大利空运9只山羊到阿富汗。而在今年，美国国防部光是在阿富汗损失了100多架无人机，总金额超过1.7亿美元。这些无人机有的是被打下来的，有的也不知道飞丢到哪里去了。此外，在社会上的投资，美国官方花费数百万美元给那些特殊的兴趣项目，比如说那些研究性别种类的团体。保罗统计，光是2020年这一年，政府的支出浪费就超过540亿美元。但是另一方面，那些面临失业以及疫情困扰的美国公民仅能获得600美元的健康保障。更可怕的是，新冠疫情如今在美国完全失控，美国不仅有着全球最
多的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而且感染人数也在节节攀升，甚至达到一天几十万，医疗系统近乎崩溃。此外，不久前英国还查出了病毒变异，美国疾控权威人物福奇就警告称，这种变异的病毒很可能已经传到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宁愿花钱给蜥蜴买跑步机，也不控制一下疫情。保罗的报道也引起美国公民的极大愤怒，就像有美国网友说的，难道让蜥蜴在跑步机上优雅的奔跑，才能体现美国精英的完美形象？或许蜥蜴才是美国官员的亲戚吧。